4颗有模仿能力的恶魔果实。第一，最直接的模仿果实，黑炭木蝉和黑炭蝉丸这2个人身上有2个重要标签，一个是前任模仿果实能力者，一个是前任屏障果实能力者。而模仿果实虽然不像有些果实有那种毁天灭地的破坏力，但如果巧妙利用，不仅可以轻松毁掉一个王族，甚至能毁掉一个国家。这种作用在黑炭木蝉和小冯身上都有体现过。黑炭木蝉将黑炭大蛇带上复仇之路后，然后木蝉一个人模仿光月家族祖孙3代，先是模仿光月玉田将黑炭大蛇引荐给光月寿喜烧，害死寿喜烧后，木蝉又模仿光月寿喜烧传达假遗嘱，立黑炭大蛇为将军。后来又模仿桃之助，让玉田在和凯多的对决中分心，玉田最终被凯多击败并杀害，光月一族被拉下王位。黑炭木蝉可以说是最大功臣，全场下来辅助稳拿 MVP。而凯多也怕木蝉和大蛇故技重施，威胁自己的统治，便杀了黑炭木蝉。多年之后，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能稳住根基，也离不开小冯模仿果实的能力。小冯和路飞成了伙伴后，在推进城的时候，更是成了最具骚操作的 X 因素。模仿娜美骗汉尼拔，模仿汉尼拔骗麦哲伦，模仿麦哲伦骗守卫，让原本不可能逃出升天的草帽小队奇迹般的冲出了推进城。小冯和模仿果实又拿了全场 MVP。第二个，警卫门的伏果实可以对自己或者别人进行变装，最经典的一次就是在德岛，警卫门利用伏果实模仿明哥，但警卫门的这个明哥连豆豆鞋都不换上，确定是认真的吗？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也是天差地别。结果还真把古拉迪乌斯给骗懵逼了。古拉迪乌斯好歹也是跟了明哥这么多年的老干部了，这都能让人骗，恐怕和路飞一样也是个脸盲。但凡长得像火烈鸟的就是明哥。第三，布雷的镜镜果实，其中一项能力就是可以把镜子照射过的人投影到动物身上或者自己身上，从而实现以假乱真。布雷就用镜镜果实能力模仿出了一个吃棒棒糖的山治，把路飞等人骗进了森林，然后又模仿出路飞和路飞 PK， 因为是镜像，说的话、动作、技能都是完全一样对称的，以至于路飞和自己打等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打，完全就是五五开。只不过有镜像原理，所以假路飞和真路飞脸上的伤疤和其他细节是相反的。后来布雷又粘贴出了一堆由动物变成的娜美、布林、山治、乔巴、加洛特，把路飞累死，这也根本抓不完。第四，戴鹏的幻兽种全拳果实九尾狐形态，这个果实已知的一种能力就是它有那种能变成其他人的变身术。戴鹏在莫利亚面前就模仿过阿布萨罗姆，并且是长相、装扮、特征、细节都可以模仿，可以做到和模仿果实一样的效果。综合来看，所有的模仿能力的作用，有些时候甚至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草帽一伙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很羡慕的事情，自己拥有着觉得无所谓，可是那是别人想要还得不到的。最搞的是，当事人对这件事儿还完全没感觉。首先就是路飞，海贼女帝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这事儿换到别人身上那真是做梦一样。但是路飞对这事儿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就随口一说和女帝是朋友，就这还把山治给刺激到了。要是路飞说女帝喜欢自己，想和自己结婚，山治高低得原地晕过去。索隆、小紫和他睡了。作为和之国的花魁，能获得小紫的侍寝，那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没有这门子的事儿。连小紫自己都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儿，还问索隆开不开心。不过获得花魁自愿服务的索隆根本是油盐不进，还说你还觉得挺光荣的是吧？这事最羡慕的还是目击证人布鲁克了。不过布鲁克更牛逼啊，他睡的是四皇大妈。山治获得了男人的浪漫战斗服，虽然说当初死也不用的山治终究是没有逃过真香定律，但因为杰尔玛的关系，山治始终是嫌弃的，还当着奎因的面给踩爆了。可是作为男人的浪漫，路飞、乔巴、弗兰奇还有北海的迷弟们怎么可能不羡慕这种装置，简直是做梦都想体验一下。路飞要知道山治暴殄天物的话，遗憾的心情那得是和没能拉上狙击王上船是一样的。娜美威霸上手就会，作为能用身体感受天气的天才航海士，驾驭方向和海流如同吃饭睡觉，普通人要训练10年才能驾驶的威霸，光月玉田和路飞都先后在这上面栽了跟头。然而娜美上来就会，还玩得得心应手，路飞当时看到都快羡慕死了，甚至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很不服。罗宾自我感觉一般的情报能力，在和之国，罗宾伪装成艺妓进入黑炭大蛇的府邸，很快获得了决战当天大蛇的起床时间，要送去鬼岛的贡品内容，凯多喜欢的东西和手下组织结构，对方的兵力和武器数量。然后罗宾还很自愧地说自己没用，只得到了这点情报。看十郎直接就懵逼了，夸罗宾牛逼，言下之意是你把我组织的老底都揭干净了。当时在场的伙伴加起来都没罗宾一个人知道的多。乔巴有和娜美罗宾共浴的特权，当时乔巴因为毛皮上落了很多火山灰，被罗宾邀请一起洗澡。首先乔巴对人类女性没有想法，还推辞说今天不适合洗澡。乔巴没觉得什么，布鲁克倒是来劲了，请求乔巴带自己一个。布鲁克说自己没有作案工具，是不是也可以？罗宾直接冷酷的回了句不要。布鲁克的心都伤透了，布鲁克连心脏都没有。乌索普赏金力压德岛的大佬们，
明哥当时发赏金的时候，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最后，乌索普发现没有自己，本来都暗暗窃喜，又躲过一劫。结果明哥最后给乌索普了个全岛最高星级5颗星5亿，爱他就把最好的给他。明哥可谓是爱之深恨之切了。看当时周围的人还有路飞索隆的反应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因为当时路飞索隆包括罗都不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因为这事儿，乌索普的官方赏金从3000万直接飙到2亿，都压过当时的山治了，全团第3。弗兰奇真是一把羡慕住。弗兰奇几句话的功夫造好一座桥的基建狂魔手艺，当时索隆、山治、乌索普都惊呆了。这桥甚至都不是敷衍了事的临时桥，还有护栏和雕花。但是弗兰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甚至对护栏上的雕花不太满意，说再稍等一下，他想再修改一下。这工匠精神属实是太过于离谱了。布鲁克轻松收割历史正文。当布鲁克从头盖骨里拿出3份历史正文拓本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愣了，只有当事人布鲁克风轻云淡，还转而关心佩德罗的情况。其他4皇都梦寐以求的历史正文就真的这么到手了吗？一旁的布鲁克仿佛就是撒了泡尿一样简单的回应：啊，是的。所有人又惊了。慎平轻轻松松11亿赏金。七武海制度废除后，原七武海的赏金也陆续解冻。慎平在和之国轻松拿捏福斯福，提升到11亿赏金。说实话，因为现实原因，慎平的赏金也被压得厉害。不过慎平作为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显然对他的赏金没有太多感触。可山治可是羡慕的都快觉醒尼卡形态了。所以有些优势在自己手里不自知，在别人那里可是日思夜想。关于这点，想到路飞曾经说过的话：我不会剑术，也不会航海，不会做饭，更不会吹牛。所以他找了相应的伙伴，选择无条件信任伙伴。在这上面，伙伴们也从来没有让路飞失望过。海贼王最变态的是，越变态越有人爱。在海贼王里，变态不仅不是个贬义词，对极个别人来说，甚至还是一种捧杀。海贼里有很多开始看起来是个变态，当然也确实是，但后来觉得变不变态无所谓了，但本人真的很有魅力，讨人爱。海贼王里有这样一群新人类，也就是人妖了。小冯刚登场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登场的人妖，当时疑惑海贼王里还有这节目，而且打扮得很怪异，除了有点自来熟，没觉得啥。不过打败老沙后，草帽一伙回到船上的时候，索隆让小冯往边上稍稍，小冯还很礼貌。再就是为了当初欢乐的友情，主动帮草帽团引开了海军，之后再推进城里和路飞重逢。如果没有小冯的话，别说路飞，整个越狱大队一个都跑不了。当然路飞也为小冯无意间觉醒过一次霸王色，可以说路飞也真的当小冯是伙伴了。小冯的运气也没有很差，不仅没有死，现在还在小一万之前的地方过得很开心。说到小一万，也是路飞的救命恩人。如果说小冯也就是身份奇葩了点，而小一万是不仅人恶趣味，果实能力更恶趣味。不过后来觉得在可爱面前，变态好像都不是那么耀眼了。小一万这个顶级社牛，不管在麦哲伦还是赤犬还是慎平这些大佬面前，都能不正经的耍宝，技能都特别沙雕，但好像非常实用。在推进城和另一个变态小萨蒂上演了一出变态之间的对决，一个擅长鞭打，一个擅长捆绑，史上最虐的打斗。那场面麦哲伦看了也是很沉默的。虽然这两人是货真价实的变态，但相比这个，感觉更多的是都很有趣。不过话说，革命军的变态真的很多，除了小一万和他卡马巴卡那帮手下，北军军长乌鸦他是怎么做到看起来既变态又很帅的？东军军长贝洛贝蒂上半身好像没穿，下半身我猜也是对称的。南军军长一直会玩高科技的狸猫，还有4大军队长的手下看起来也不是正常人。当然这些可以勉强不算，但西军军长莫里好像真的是个变态，长相身材都非常魁梧，但是下半身穿了超短裙和泡泡袜是什么鬼？这种变态程度就好像是凯多穿了身 JK， 而且还会妖娆的舞裙子的那种。莫里的说话方式还有伙伴对他的调侃都非常耐人寻味。革命军汇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卡普和路飞身边好像都是这种人，所以严重怀疑龙的真实性格也逃不出家族 buff。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一对高度相似的对手的对决，当然也包括变态。如果说小萨蒂和小伊万是一对变态女的互相折磨，那弗兰奇和塞缪尔就是一对变态男的浪漫。不怕变态多变态，就怕变态懂浪漫。其实第一次看到塞缪尔登场的时候，没想到他是真人真事儿，只是根据以往的规律，见怪不怪的把他归类到了海贼王里变态中的一员。何况弗兰奇第一次见塞缪尔的时候就称呼他是变态，官方认证了属于是。不过后来都知道了，说塞缪尔是海贼王里最深情的男人不过分吧。他和弗兰奇的对决中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招式，但是看得很爽。最后呢，一个喝可乐的人答应愿意陪你喝酒，属于是2个变态真男人的相惜和共情了。所以都说尾田不懂海贼王，但是真懂男人的浪漫。现在来看，里面的变态都各有魅力，他也是很懂变态的。草帽一伙那些可可爱爱的小习惯，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小习惯，就是那种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不经意间透露着可爱的。首先路飞很喜欢拍别人的后背，而且拍起来就是啪啪啪一顿狂拍。大概有2种情况，一种是特别高兴的时候，逮住谁拍谁，在快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因为过于亢奋，拍完山治拍索隆。第2种是夸赞别人，路飞会用拍后背的方式来表达。在弗兰奇介绍船坞系统的载具后，路飞表示非常喜欢，对弗兰奇咣咣一顿拍。
然后弗兰奇突然一个经典动作把路飞给撞倒了，严重怀疑弗兰奇是故意的。然后见识到人鱼凯米能和鱼交流，并让鱼群在海里画画的时候，路飞也拍了凯米。还有娜美被猫狗夸赞是了不起的航海士，路飞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自己选的航海士肯定是最棒的，又是对娜美一顿猛拍，不出意外被娜美给打了。山治喜欢撅屁股，山治一郁闷的时候就喜欢撅屁股，而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总是跟他过不去的悬赏令了。第一次是喜提全世界最丑悬赏令，第二次是因为名字上带了文斯莫克，第三次就是最新的悬赏金被慎平压了一头。不过山治在报纸上看到维奥莱特公主的时候，也兴奋地撅起了屁股，撅得老高，多少是过分妖娆了。索隆喜欢舔刀，作为剑豪舔刀耍酷一点也不奇怪，看索隆那娴熟的舌技，估计也是平时没少舔。不过索隆舔的更多的是三代鬼彻，河道一文字除了咬在嘴里，好像从来没有舔过。当然索隆最好不要舔到河道一文字上，因为河道一文字已经砍过鼻屎了。罗宾喜欢用手托着下巴，罗宾平时喜欢坐在一旁看伙伴们打闹，或者独自思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这个非常稳重温柔的姿势，而且当初罗宾2次悄悄登上草帽团的船都有摆出这个动作，感觉很有神秘姐姐的气质。乔巴喜欢捡小木棍，乔巴这个习惯是受路飞的影响，当时在空岛的时候，路飞随便捡了根木棍，乔巴看到了觉得很好玩，后来自己也捡了一根，没想到2年后乔巴回到香波队群岛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木棍，所以怀疑乔巴是不是2年前的那根木棍根本就没有扔掉，而且在剧场版里乔巴手里也有。娜美喜欢吐舌头，娜美其实很喜欢卖萌，时不时的展示她那小舌头就是其中之一。娜美吐舌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在动脑子了，而且大概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娜美最后的一下吐舌头，给人一种小贼猫古灵精怪的感觉。弗兰奇喜欢做他的经典动作，情绪到位的时候，小臂紧贴，身体倾斜，再加上他那句经典的口头禅。不过想做到如弗兰奇这么舒展，还是有点难度的。弗兰奇除了自己喜欢做这个动作，作为最会搞氛围的一员，他还会感染到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还要教你。除了方块姐妹，2年期间还有机动一家。这个动作原本呢手臂还要跟着转几圈，还有配套舞蹈，但是2年后好像省略了，动不动就直接开始 super。乌索普喜欢竖大拇指，活泼好动的乌索普小动作有很多，不过最标志性的还是用大拇指朝向自己，一般就是发表类似自己8000步下这种预言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壮胆的时候。还有就是添油加醋对东海之后的伙伴讲述自己在东海如何带领路飞打败强敌的故事，这个时候也就乔巴会信以为真。布鲁克吃完饭就会打嗝加放屁，布鲁克经常性的饭后习惯。这个其实和弗兰奇的动作类似，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打嗝加放屁同时做，好像还挺有难度的。关键是布鲁克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就很神奇。每次布鲁克饭后做这个习惯的时候，都会受到山治和娜美的鄙视。慎平一懵逼就会流汗，草帽团可以说让慎平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所以慎平在认识路飞到加入草帽团这期间，懵逼流汗次数逐渐递增。每次懵逼，慎平都会显得很呆，再加上反射弧有点长，什么事儿慎平总要默默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神操作，而且时常伴随着流汗的表情。所以草帽一伙好像每个人都有非常贴合他们个性的小习惯，不是很经常出现，但是都是些不经意间的可爱。海贼王中开始觉得厉害，后面可有可无的设定。海贼王中有很多贯穿始终的设定，也有慢慢淡出视线的有趣设计。有这么几个设定终究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海贼猎人，这个可以说是现在几乎绝迹的职业，要不是索隆至今还挂着这么一个绰号，都快忘了。早期海贼猎人出现的还很频繁，除了索隆还有刀神剑圣，老沙本身就是海贼猎人公司，专门在伟大航路钓鱼执法，换取赏金，制造跳舞粉。在阿拉巴斯坦还出现了东海西海俩海贼猎人之间的对决，而且收藏悬赏令抓海贼这事儿，道理上就是海贼猎人该干的事儿。不过后来海贼猎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到了德岛参加竞技场的那些海贼猎人一个比一个菜，全是酱油角色，到此海贼猎人也算是退出了海贼王的舞台了。倒是出现了以十字工会为首的海军猎人组织。宝箱等级，在巴基拿到4分5裂果实的时候，得知价值1亿贝利，曾明确提到过 A 级宝箱的概念。如果早期设定里真的有这个概念，宝箱像是爆装备一样划分价值等级，那这个设定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毕竟海贼不为了找宝藏爆装备还当什么海贼。不过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宝藏的等级划分，但还是有像约翰宝藏这种传说级宝藏的存在。5种飞行能力，这个概念是在阿拉巴斯坦贝尔展示鸟鸟果实损形态的时候提出来的，但也仅此而已。直到现在5种飞行能力怎么划分的，就像是消失的阿金一样，再也没提过。因为现在能飞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光是鸟鸟果实系列，自然系能力者也有很多会飞的。超人系的像明哥、罗宾都可以通过特殊能力飞行，没有果实能力的也可以学习跃步。科技大佬通过科技飞行，很难明确到底有几种飞行能力。以前觉得好像除了索隆，全世界都会飞，现在索隆也可以用剑气在空中移动了，所以5种飞行能力干脆就别提了。6式体术，
六式刚出来的时候还觉得挺新鲜的，毕竟除了恶魔果实，又有一套新的战斗技巧了。但是好景不长，后来除了 T 和月步这俩功能性比较好用的招式，其他的基本都可以被霸气完美取代或者超越了。即便还有用六式的 CP， 他们也得配合霸气一起使用。单纯的用铁块扛伤，这不纯纯的大冤种吗？又或者是像卡普这种级别的人用六式才有明显的锦上添花的作用。但问题是卡普用不用六式都一样，所以六式现在的定位很尴尬很鸡肋。高手啥都会，他用不着；新手成本高，他不好用。福兹福开发的那些个花里胡哨的六式，纸枪都崴断了。行了，歇会儿吧，好好用霸气打架，兴许还不会输得那么狼狈。倒立直，现在来看，这个可以说是专门为 CP9 装备而生的，需要有个人来发动一个叫六式游记手合的招式，当沙包被人狂扁，来测试对方的战斗力。目前只知道 CP9 的猫头鹰会，但他人现在去向不明，所以倒立直这个东西也就昙花一现了。而且像是霸气和果实能力，还有自身的坦度等综合实力是无法测出来的。倒立直展示的实力很单一。再有就是数值这个东西太容易通胀崩坏，会让整个战力系统早早垮掉，所以及时淘汰掉也很合理。能力克制，在没有霸气设定之前，针对一些能力者还是有一些克制设计的，比如水路飞可以打到老沙的实体，橡胶路飞可以打到艾尼路的实体，还有上下级果实设定，赤犬岩浆是艾斯稍稍的上级等等。但总感觉有些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样会把果实的优劣上限直接定死了，不好收场。所以 SBS 里至今也就确定了4组上下级果实。还有就是也不能总得发现对方的弱点才能打败对手，因为有些人他的确没有弱点。路飞打凯多总不能靠挠凯多的痒痒肉获胜吧，毕竟热血漫永恒不变的是成长，所以后续有了霸气和果实觉醒的设定，你强我比你更强，要比各种草率的克制好很多。当然这也是海贼王很牛逼的地方，当很多陈旧的设定不再符合时代的标准后，总会有一个可以合理平替的新设定出现，这些设定往往会伴随着更强的对手一起登场，所以也完全不觉得出戏了。卡普一拳这4个人最高兴，卡普用一拳定义了什么叫做活着的传说。不过这倒无所谓，卡普的实力不需要证明，但是卡普这一拳倒是给这几个人的含金量证了名。首先就是给马尔科的不死鸟证明，小马哥说顶上战争这老头跳起来就给了我一拳，后面就缠了点绷带，被人说了几百集，现在知道谁是真正的不死鸟了。所以马尔科也许不是最强的黄腹，但一定是最抗揍的黄腹。以前是小马你行不行啊，上来一下就要倒，现在是马哥身体就是好。小马哥表示，要问我跟大将有多少差距，我顶上战争能扛卡普一招，后来青雉也就能扛卡普一招，4舍5入没差。原大将青雉作为卡普的大弟子，被打得跟亲孙子似的，那卡普的爷爷果实他打谁都像打孙子，我缠2圈绷带没毛病吧。但是不死鸟之所以是不死鸟，顶上战争打完，马尔科说自己除了有点脑震荡和落枕，皮外伤全好了。等会儿你看看青雉爬上来，他脸花不花就完了。第二就是给青椒大海贼身份证明，青椒也是旧时代的残党，30年前赏金5.42亿，而且拥有3色霸气，但是起初并不觉得青椒有什么大海贼的气势。不过现在一想，能轮得到卡普或者战国这等人亲自出手或者督战的海贼，那得是什么级别？罗杰、白胡子、金狮子、巴雷特以及现在的黑胡子团，青椒当年有这个待遇，确实也得算大海贼行列。主要是卡普在战前还专门练平了几座大山，这事儿青椒能吹一辈子。至于后来青椒的头又被路飞给打回来了，可以理解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第三，为卡普自己顶上战争的狠话证明，当时卡普说自己会忍不住杀了萨卡斯基，所以这件事儿现在最高兴的人应该是赤犬，而且是劫后余生捡回一条命的那种窃喜。赤犬不光得是给再生父母战国转个大红包，高低还得给战国磕一个，毕竟青雉赤犬大战10天将分出胜负，结果卡普热了个身，1秒解决青雉。不知道赤犬得知蜂巢岛的战况后，会不会有一种想连夜卷铺盖的想法？就当时顶上战争那种情况，把赤犬海底落下的就不是白胡子了，而是卡普，而且是追着锤到死的那种。第四就是给斧皇蒙卡，目前为止海贼王里最强战力证明。不管卡普追着罗杰跑，还是一招秒掉原大将，斧皇表示就这老头别开玩笑了，他会打架吗？你看他当年不是我一斧子的事儿吗？因为斧皇蒙卡自知自己的实力太强，会抬崩海贼王的战力系统，所以就早早下线归隐山林了。要说斧皇的真实实力，卡普打洛克斯的时候也没流这么多血，没开这么大口子，所以斧皇这一斧子秒杀洛克斯不过分吧。最后又想起了卡普对艾斯、路飞的心里话，如果你们成为优秀的海军，爷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保护你们了。卡普确实也可以做到，但是最搞的是卡普真的想说，家人们谁懂啊，我培养了5个精英，4个不是海贼就是革命军，还有1个被你们抓了，这能不急吗？不过说实话，海军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子，确实得需要一场这样的胜利，那终究还得是看英雄卡普。草帽一伙的真实性格，乌索普老嫂子说乌索普是老嫂子，不光是他跟船上所有人都能玩到一起去，还有他和娜美罗宾2个女生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既不会像索隆那样油盐不进，也不会像山治那样进得太多，非常会捕捉女生的心理，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啰里吧嗦一套一套的。在第281集的片尾小剧场里，草帽一伙变成了大婶，只有乌索普大婶是最传神的，
他那个一边聊天一边摆手的姿势，真的是和他老嫂子的性格极度匹配了。索隆大冤种，索隆有时候高冷，有时候机智，不过这都是表象。索隆最擅长一本正经的搞笑，因为索隆不仅能把别人带沟里，他也会被别人带坑里去。路飞乌索普找索隆玩捉迷藏，索隆嘴上说你们几岁了，但是当乌索普用激将法激索隆的时候，索隆就被带沟里去了，被迫营业，跟他俩在那儿追逐打闹。索隆表面上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也掩盖不了他傻乎乎的本质。山治柠檬精，山治不愧是草帽团醋王，以前吧，山治经常跟索隆攀比赏金，现在又多了一个让山治秒变柠檬精的慎平。一是慎平来了之后收获了娜美的热情拥抱，山治酸了；二是在鬼岛慎平占了山治的指挥权，山治酸了；三是最后慎平赏金还压了山治一头，山治酸完了。所以在弹尖岛，柠檬山治不惜祭出和小一万同款的人妖拳法，也要怒踹慎平吃天使。以为山治仅仅是为了保护娜美吗？山治表示抢老子3号位置，早就想踹你了。路飞小屁孩，不管路飞外表如何成熟，内心依然是个孩子。从小到大，路飞很多地方都变过，就是爱撒娇这一点没变。不过路飞身边既有宠他的男人，也有宠他的女人，能让他开开心心当一辈子孩子。罗宾腹黑姐姐，表面上罗宾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真的是完美姐姐类型。但是当罗宾想搞你的时候，那也绝对不会嘴软手软。首先就在合适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出非常血腥恐怖的话，不会咒死人，那也会把人吓得够呛。罗宾下手也是非常狠的，一面温柔体贴，一面又很会欺负人，这大概就是罗宾了。另外，罗宾有时候的审美也很奇特，他会对他喜欢的生物说很多次卡哇伊。罗宾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这种莫名其妙吧。娜美也蛮甜妹，娜美有脾气是真有脾气，不过这种强势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谁内心还没有个甜妹心呢？娜美为了友情可以分享，甚至放弃财宝，为了友情也可以掩盖自己的伤疤。不过当娜美抱住路飞的时候，突然感觉娜美平时伪装的太过入戏，她好像也忘了自己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个值得依靠的人。乔巴宠物，虽然乔巴很想成为一名勇敢的海贼，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乔巴真正的性格其实还是只宠物，乔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就是只宠物。乔巴单纯，比路飞还单纯，极度好骗，内心非常渴望伙伴们的需要。但是路飞、乌索普这俩坏蛋，除了会把乔巴当鱼饵或者储备粮，不会干别的。只有这种时候，还有自己被当成狸猫的时候，乔巴才会变成乔胡子。弗兰奇变态真男人，弗兰奇里里外外都是个变态，好像都不需要解释。不过弗兰奇身上除了有男人的浪漫，也有真男人的意志。在和塞纽尔进行了男人的对决中，两人默契的互不躲闪，拳拳到肉。塞纽尔在使用必杀技未能击败弗兰奇后，便坦然认输，站立接招。弗兰奇将其击败后，也是帮塞纽尔抹去了眼泪，说以后有机会再喝酒叙旧。弗兰奇的变态本来就已经很耀眼了，但是更熠熠生辉的是他俩之间的承诺和共情。布鲁克老顽童，作为草帽团里最年长的，本以为草帽团里多了个爷爷，实际上又多了一个儿童，一把老骨头了，但身手挺灵活，还有很多奇特方便的小技能，甚至有时候带点不正经的猥琐。毕竟能和路飞有共同语言并加密通话的人，能老到哪儿去呢？慎平老实鱼，慎平的各种资历可以说是草帽团里最雄厚的了。以前还疑惑慎平的老大架子能不能融入草帽团，不过实际上慎平的老实呆萌的性格，顶上战争的时候就有点暴露了。而且慎平的反射弧有点长，很多事情上来他会很懵逼，遇到伙伴吐槽自己的时候也不会顶嘴。在山治因为慎平赏金高过自己而变成柠檬精的时候，慎平还问索隆：“哎，怎么事儿？山治这咋了？”慎平是真不知道，但显然这对山治的侮辱性更强了，就比较搞笑。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端着的性格，但当真的遇到值得信任、无敌可靠的伙伴的时候，大家真实的性格自然而然就毫无保留的流露出来了。海贼王中开始看似挺强，后来垮掉的一批人，有些人长得像个水果，却把把都能在高端局里闪亮登场；有些人长得像是会打高端局的，后来却只能被人家砍瓜切菜。这种的代表人就是斯摩格，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版本削烟鬼。最早登场的自然系被艾斯评价为你我五五开，前半段一直摁着路飞揍，曾经的辉煌不用多说。但是2年期间，当所有人都在默默努力变强，2年后脱胎换骨的时候，不知道烟鬼有没有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一般，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个4连跪，1战输罗，2战输凯撒，当然这个是和达斯奇换了之后有情可原，3战输维尔哥，4战输明哥。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然系烟雾果实被明哥织毛衣果实给秒杀，拼霸气也自然玩不过明哥、维尔哥和罗，所以斯摩格追路飞对称卡普追罗杰。现在来看，爷爷永远是那个爷爷，斯摩格不再是以前的斯摩格了。月光莫利亚，23年前27岁的莫利亚和36岁的凯多在和之国打了一架，两人都算是进入了巅峰期的状态，虽然结果也是莫利亚以惨败收场，但是那个时候莫利亚体型还算正常，能跟凯多 battle 一下。后来因为失去伙伴备受打击，荒废了自身，在恐怖3翻船，要不是靠着奥兹和果实能力还算强，莫利亚本身是真的菜。要知道4档路飞在凯多面前也是挨秒的份儿，很难想象当年可以和凯多正面较量的莫利亚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荒废。福兹福凌空六子作为黄团的2流干部，赏金最高的福兹福5.76亿，最低的佩吉万也有2.9亿。其实整体来看发挥的中规中矩，
不过福子府作为凌空六子的头牌，慎平打他那叫一个游刃有余，几乎没有什么挑战性。只不过慎平边聊边打，多拖了几招，不然感觉慎平两拳放倒福子府也是手拿把掐。毕竟梅花皮把人家的纸枪都给怼折了，实在是绷不住了。还有就是福子府一直想挑战山寨，争夺大看板的资格，在和慎平的战斗中也是喜欢嘲讽对手，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CP 0小队长 CP 0被誉为天龙人最强的护盾，这头衔属实挺大。而且德岛登场的小队长等人穿着怪异，通常像这种怪异神秘的人一般是深不可测的。斯图西、路奇卡库先不说，那个戴帽子的小队长起码有点东西吧？现在来看有点东西，但不多。在鬼岛的 CP 0的战力实在是这样，2打2德雷克阿普让阿普给跑了，打德雷克也费了不少劲，然后又是2打1打人家乙藏，被乙藏给极限换了一个。小队长登上屋顶后又是祭出了铁块，然后就记了，让人想起了夏洛特欧文学白胡子挡船。所以就 CP 0小队长这实力还要蹲罗宾，想屁吃。不过斯图西和加强后的路奇卡库还算可以吧。海军大将老三大将可以，不过随着新世界的怪物们越来越强，大将的统治力在明显减弱。从2年前青雉、黄猿、赤犬老三大将登场，到2年后藤虎登场、绿牛登场，倒也不是大将的实力在减退，在与海贼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就感觉现在只派一个大将出来平不了事儿了。甚至到绿牛这里，虽说也没有咋动手，但气势上已经先垮掉了，和当年黄猿横扫香波地群岛那种表现真的是云泥之别吧。基德，说实话，基德在拿到30亿赏金的时候，确实给了人一点支棱起来的错觉，至少感觉他比以前更强了。基德垮掉主要还是因为过于莽了吧？你说他选谁不好，又选红发单恋，而且2年期间让人给卸一条胳膊，大概率也是被秒。现在支棱起来了还是被秒，合着这么长时间就是主打一个白玩。虽然罗那边也是被黑胡子打败了，但路飞、基德、罗3个30亿，总感觉基德最垮。所以海贼王里看起来弱的他未必弱，看起来强的也未必后面强，但一直强的那就是真的强。海贼王中开始看似不强，实际上很强的人。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有些人上来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后面所展示的实力和他的第一印象不说2级反转，那也是差别很大。说到这个，第一个想说的就是罗杰，当然这个是我的主观第一印象，一开始就感觉罗杰长了张路人脸，当时就想罗杰能当上海贼王自然有他的实力，但总觉得罗杰穿了身海贼们最常穿的衣服，戴了个海盗帽，扔在海贼堆里根本就不显眼。直到后面罗杰的事迹慢慢丰富，比如在空岛上留下罗杰到此一游的碑文，轻松拿捏和巅峰雷利平分秋色的巴雷特，一刀劈飞光月玉田，原地接白胡子的俯冲劈砍，罗杰的那张路人脸才渐渐的成为了天花板的标志。不瞒你们说，片头要不是旁白说他是海贼王，我就以为是个被处刑的某个小海贼。卡文迪许，海贼王里通常不允许这么漂亮的男人出现，还很臭美，虽然很特别，但刚开始对他的实力存疑，也不会想到他后来成为了草帽大船团1号船船长。后来看卡文迪许的确是草帽大船团里最能打的了，一旦开出第2人格，那就是敌我不分，嘎嘎乱杀，吓得巴托睡觉的时候也得用铁链子把他捆起来。第2人格也是轻松秒杀明哥干部德林杰，而德林杰其实也算明哥手下不弱的一个干部了。卡文迪许如果能和自己的第2人格和平共处，或许会更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乔巴曾经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走形态。花枝冰五郎，第一印象就是工地里一个矮小瘦弱奄奄一息的老头，不过越是这种人才越有可能是真的大佬，毕竟雷利当时还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被关了起来，只不过冰爷缩水严重，实在是远没有当年的气质了。当年的冰爷也是和之国最有威望的黑帮大佬，是光月玉田非常仰慕的人。路飞能打赢凯多，冰爷也是功不可没。首先就是教会了路飞使用流动的霸气，然后老爷子也可会摇人了，一声号令几千武士轻轻松松。老沙被路飞早早打败，到现在还能混得风生水起的，老沙可以说是极个别，非要说那巴基也算吧。论战绩的话，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被空岛路飞打败，就这条件以后还在新世界混什么？不过海贼王里面有2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谁都打不过就打路飞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遇到路飞就麻爪但跟谁都能五五开的老沙。所以老沙就是当你觉得他狼狈的时候，他一句撒西布利达那，突然再给你来一个单臂挡鹰眼拦腰斩赤犬的操作。另外老沙因为吃了登场早的亏，所以强不强还不能全看战绩，老沙的谋略让他事半功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索隆，忍辱负重，梦想是成为世界第1大剑豪。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老沙，直接招募世界第1大剑豪，牛不牛逼，惊不惊喜？超新星怪僧，当年的超新星成的成败的败，目前为止只有怪僧的戏份最少了。怪僧是当时超新星里面赏金最低的一个，1亿0800万，刚刚过线，而且长相怎么说呢，就感觉这货不强。然而他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是唯一一个单挑揍趴和平主义者的超新星，虽然也没有完全打败，但怪僧好像一直都领先其他同学一步。在路飞去蛋糕岛之前，怪僧就打败了大妈的第4将星斯纳格，这哥们儿赏金6亿，随后被大妈除名了将星。然后怪僧在饼干和复仇大军的围堵下还跑了。后来怪僧一直是在空岛养伤修行，感觉他现在应该挺牛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登场。其实像这种扮猪吃虎的人不少，路飞这种人畜无害的长相，当时魔古镇酒馆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草帽的小子居然值1个亿。
所以如果开始怀疑一个拿鼻毛当胡子的人会不会打架的时候，那第六感可能是在提示你，这个人很有可能下一秒就要拔出刀来要秒人了。20岁了还不会霸气怎么办？有海米问，一把年纪了还不会霸气，这正常吗？这个先看和谁比吧。有些人8、9岁就觉醒了霸王色，跟他们比反而是正常的，因为那些人本来就不正常。如果跟那些厚积薄发的人比，20来岁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只要肯刻苦修炼，花个1年半载，一定可以学得有模有样。觉醒霸气的方法其实也有一些。首先，霸王色霸气，这个虽然不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属于与生俱来的资质，但在没意外觉醒之前，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霸王色的资质。而且看一下拥有霸王色的大佬，他们几乎都是在意外之间觉醒。霸王色的觉醒一定跟当时的情绪和情感有很大关系，像是明哥被吊在城墙上，卡尔因为妹妹受伤被刺激，路飞从跟牛较劲开始，到女帝面前保护玛格丽特，到推进城保护小冯，再到顶上战争救艾斯心切。所以你即便有潜藏的霸王色资质，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实在没什么好办法，最好等待一个契机。不过其他2色霸气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如果说霸王色更多的是和情绪到位有关系，那见闻色霸气更多的是和环境有关。雷利说，将错觉延伸到极致就是见闻色，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周围的气息，所以每天生活在安定的环境里，一定不会有见闻色。路飞的猛兽岛、索隆的狒狒团、山治的人妖群，让他们闭着眼睛都能躲子弹。尤其是山治，出于对女性的渴望，更是极大地强化了千米之外就能听到女人呼救的技能。当然咱们身边可能不太好找他们那种极端环境，所以去动物园里的猛兽区修炼见闻色，与老虎狮子共舞是一种办法。不过试错机会也许只有一次，请量力而行。而且见闻色一定要定心。雷利启蒙阶段训练路飞的方法就很好，就是有点费头。当然见闻色也有稍微特殊点的觉醒方式，那就是时间紧迫感加情感催化，这就是乌索普的超视距见闻色。这个前提条件有点复杂，或许某一天你想努力迫切的想看到原本看不清的东西的时候，下一秒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就在你视野足够企及的范围内。武装色霸气，霸王色和见闻色多少都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但武装色唯一的秘诀就是毅力。武装色第一个阶段就是附着硬化，都说铁块是武装色的初级用法，所以建议从6世中的铁块开始练起。但鉴于 CP 的前车之鉴，切勿走火入魔，认为铁块是无敌的，宁愿光荣落败，也绝不铁块送命。入门了武装色霸气的硬化阶段之后，就是外放和内部破坏，这个只能慢慢去精通。即便是路飞这样的战斗经验和资质，一开始也得拿一块钢板来苦练。另外，想要修炼好霸气，最好克制欲望，清心寡欲，驱散心魔。鹰眼在对索隆传授黑刀概念的时候，为了让索隆能将霸气附着在刀上，让索隆练会之前不许喝酒。索隆没了酒，就像山治没了女人，但是两人的效果都出奇的好。索隆和山治一个最擅长武装色，一个最擅长见闻色。除了一些天选之人，很多人都是通过后天的机遇或者苦练达成的。反正路飞、索隆、山治都是18、19岁才掌握的霸气，所以20岁虽然有点晚，但是还是有机会的。总而言之，加油吧！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觉醒霸气，去用一双黑手捏碎一切质疑和蔑视。